我的天！摔了一跤，吓了一跳，太尖利了那个牛角。哎呀，休息！哎呀！黔东南看1年1度隆重的斗牛比赛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西江千户苗寨，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区。在距离西江千户苗寨约30多公里外的黔东南雷山县，被誉为苗族文化中心。这里可能是全国最早过年的地方。苗族年是雷山县1年1度最隆重的节日，举办各种各样的苗年庆祝活动。在2025年11月，我来到了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那么在前几集影片中，我们领略了被誉为移动的非遗博物馆的苗族年万人巡游，苗族美食大巡礼的万人长桌宴。那么这集影片呢，欢迎和我一起看一场苗年庆祝活动里别具一格的乡村斗牛比赛。本月解说员已经到位了，你们赶紧。大家就是早来到这里，有卖板凳的人哦。喇叭里正在播报我们严禁斗牛比赛的场外赌博行为，文明观赛。炒饭、炒粉、炒面、凉拌粉面、米豆腐、肉末粉，这一头叫千户战队。之前我在大凉山那边看斗牛赛，我完全听不懂，因为说的是彝语。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方言好像能听懂一点点。看这里有几头后场的牛，一个临时搭建的门。让他之前没见过。又有惊喜的发现，那边在进行一场姑妈篮球比赛，在举办大唐锦居洋欧山杯姑妈篮球赛。小冷面黑鹰。哎，大哥，咱们这头战牛多大了？这个说来应该是5岁至6岁吧。啊，5岁。5岁。它有多重呀？就是860公斤。860公斤，就是最高的奖金有多少呀？这个最高的奖金是2万吧。2万，就4万。哦。1、2、3，我加油！这个备选的牛宝宝啊，都隔得比较远，不然他们打起来。接下来到这个小冷面黑鹰上场了，祝福你啊！在斗牛场，我们能看到这些斗牛呢是各个村寨派出的水牛。在西江千户苗寨那集影片中，我们在苗族博物馆里面了解到，牛呢是苗族的一个精神图腾啊，非常的崇拜牛，把牛象征着一个勤劳、力量、英雄的一个象征。那么斗牛活动呢也有上千年的历史。斗牛活动在苗寨呢不仅是娱乐，更是增进亲友间和村寨间关系的一个方式。获胜的牛呢被称为牛王、牛神、牛圣，为全村寨带来荣誉。好像他们2头牛僵持着，分不出胜负啊！哎，这些人不断围拢上去是要干嘛呢？哎呀，小冷面黑鹰落荒而逃了。没事，你已经尽力了，虽败犹荣啊！你看他的头都全是泥土啊！我是为你祝福过的，所以当你叫什么惜败的时候啊，还是为你感到可惜。人好奇怪啊，如果你跟他没有过一面之缘的话，那谁胜负都无所谓啊。但是你跟他有过缘分，有过交集以后啊，就希望他能够赢。接下来到88编号上场了。88编号，他的中文名叫牛逼！
牛场壁输了。牛场壁输了。只要对峙后率先逃跑的一牛呢，就被判为输方。这个刚刚从下一场下来的斗牛，还要用矿泉水给它冲澡。哎，来看一下，哇，远远看着都觉得疼。这只牛，小冷面的头被另一只对手压到地上了。要东盆，买一瓶这个5元啊。然后就看到这有这个叫阿卡分散，它打上了放着嘛，它好一些嘛。插到牛的伤口处，然后有止痛的作用，这个缓解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这1等奖有多少奖金啊？眼前看到的参赛的牛，可不是我小时候家里犁田用的水牛，而是专门饲养的用来斗牛的牛。斗牛呢，在贵州，尤其是黔东南州呢，是非常普遍的。集中在凯里、雷山、从江、榕江、台江、当寨、建和等县市的苗族侗族聚居区内。那么很多该地区的节日和重要聚会，比如苗年、古藏节、芦笙节等，都会安排斗牛活动。过去斗牛主要承载着祭祀、祈福、春在联谊的作用。那么如今随着这个贵州春字号旅游越来越火文化旅游呢也不断兴起，地方政府呢将斗牛视为文化加旅游的重要资源。斗牛逐渐从民间的竞技走向了规范化、产业化，赋能节庆品牌，并把养牛赛事、餐饮和文创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日趋完整的文旅产业链。通过这种斗牛比赛不断吸引游客。贵州的斗牛呢，也从村寨里的节日竞技，逐渐走向了更具经济潜力的文化旅游品牌。新球出发，跑起来，好球！后上球。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1名有1500安币。好，再摆1分钟。正式开始了。古马篮球赛也是小组第1的。想怎么古马就相信他是谁？有保养。哎呀，好逗！你们这个他耍的有意思吗？那么他上的话，他办好早。这是干嘛？古马篮球啊，是我们这一边的一种篮球形式，就是无规则的篮球比赛。无规则。对，现在雷山最火了，我们是为了打造这个篮球宣传出去嘛，把我们苗族这种，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不会打篮球的那种无规则篮球比赛。因为在榕江村边火了以后像黔东南的好些县城他也想打造自己的篮球比赛品牌，让这个地方的旅游业锦上添花。场边几乎没有观众。好，开始。这个好玩耶，就是无规则的，就是没有走步支撑的。第一次看这样的比赛，太有趣了。张敖，好球，新球古马，来自由北强打，手快脚快，新球张敖古马来下，可惜差点点，好球有这个犯规了，罚球2个。好球，第一罚。
可惜2分钟又补上，好球！哦，还可以罚球后抢球，哈哈。好球，篮下2分，好球！停了嘛！又是3号的大鹏，哎，篮下再来，第上半场个人犯规。新桥姑妈4名，张浩春，啊，这是切4强，现在比赛，你们是哪个队的？好球！我的将是小组第几？是非常的精彩。对面看斗牛的也可以到这边来看我们姑妈篮球赛。3号大鹏篮下，可惜，清清楚楚的2分，好球！这个跑得也快，投篮也准，个子虽然小。好球，篮下。好，拿手犯规。教练在叫。近处在篮球比赛，远处在斗牛。看，这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苗族村寨，就因为这附近修了一个叫大唐金昌景区啊，就在后面，所以呢，这里的村民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啊，将来这些将是民宿、酒店、客栈、餐厅都有可能。这个村寨也是在这个山坡上、山脚的地方，院子里是个小水塘，名流千古，有一个石碑。这里都提示这个地质灾害隐患了哈，安全调整方向。因为啊，好多村子都是在这个山坡山脚下的，村子也是防火。这些村民每家每户好像都挂着一个叫防火安全户，啊，经过2025年10月4号查过了哈，应该是有相关部门每个固定时间。你好，你不去看篮球比赛？不看了。主角。哦，今天做。哦，吃大餐今天。这叫煮火锅啊！煮火锅，猪脚火锅啊！哦，苗年吃猪脚火锅，双汤火锅吗？酸汤火锅啊！自己养的猪吗？自己养呀。这头猪多大了？1年半嘞。1年半。小猪，哇，用这个柴火烤着肯定很香。松木啊。要好吃嘞。还有一个好大的猪脚。你要不要怎么做啊？我不做，我走了哈。您忙您的。也是防火安全户啊。这像是危房，它都已经歪了，这个房子歪而不倒。这里的村民大概就是刚才打篮球的这些女士们的家了吧。这里叫大塘乡小河村啊，大塘镇的下辖乡村之一。晾晒的椰子菜。
哦，这个下面比较潮的话，就用作库房啊，圈了几个小鸡。出门前1分钟关闭火源、电源、气源。这个地方啊，它这是原来这儿的石头啊。能听到几百米外的篮球场的声音。这村子里很难遇到人哎。这里的话，它检查的也是2025年10月14日。你看，它上一个是9月14日啊，所以说明是每月1次进行这种防火安全的一个检查哈。如果不是这附近开设了个新的景区的话，这些村子应该也是比较安静的。看牛打架啊！我刚看了。这是村里的小卖部啊，二维码、支付宝。可能店家出去看斗牛了。像刚才那个奶奶，她的说法还挺古朴的，她说看牛打架，她不说斗牛。哦，这比分很焦灼啊，19比20。我刚来的时候场边几乎没有观众啊，现在坐了1圈的观众。现在进入加时赛了。起初我以为只是大家玩闹一闹，就是没那么认真哈，因为不正规的篮球赛嘛，大家就奔着一个就是没那么认真的心态。但是打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的这个女士啊都好认真啊，而且呢，这场篮球赛是我印象中笑声最多的，这个场边的欢声笑语，每个人都几乎看的就是一笑个不停啊。都市的大姑妈又冲起来啊！现场比分23比23，小姑妈冲起来了，好球，2分，又领先2分了，还有44秒。姑妈又冲起来，8秒，差点点，又抢到篮板，3秒，再来一个，2秒，冲起来了，再补个，全场时间到。恭喜我们新桥姑妈险胜2分，险胜2分哦。这场球非常的精彩，但是来自我们2025年大朗镇第5届城中杯的前4强的张傲姑妈和新桥姑妈打加时赛，最后新桥姑妈险胜2分。加起队！哇，好欢乐啊！接下来上场的是小河村队，也就是东道主啊。刚才我们逛的村子就是小河村。那么这个村子的女子队很厉害的，在2023年的苗年节篮球联赛中取得了冠军啊。穿着这个玫红色衣服的就是小河村的队员啊，他们现在在热身。有请啊，大家多跑点。现在是吧？哇！这开场第一投就进了，好强！生发就变2分了，威逼弥补。哎呦！来个大姐姐，然后这个好难进攻啊！大个子姐姐。比分是2比2。好，来，哎呀，这个小这个，哎呀，非常遗憾。再来一个，来下2分，无效，哎呀，可惜。再来。小河村的这个篮板好强啊！东道主太厉害了啊！用一个稻草秸秆的饼状的一个稻草秸秆
我的天！摔了一跤，吓了一跳。这一头小野改，对手进完场了，到你了。他叫展牌，右边的叫展牌，左边的叫小麻将。约胜都非常的挺好那么我们这边如果是要加配的我们讲这个绿山路和麻将路的 PK 最好呢是拉着麻将。八好的，让我们绿山给一起的组织之下争跑咱家有一个菜那个呢真是公园落地大路一起不能去的应该销售的这个我们发上有一个补贴单让我们争跑展牌输了。下面请两个名字留出到人上进行指周家金牌，那麻将周家金牌，那他的就是青山的潘明福180号，他的是阿珍的177号。前副驾的小手到位。现在我们进行抽签，总共10来分钟这块小兵在等着。现在看你拿啥？你这个。请问这个喷这个有什么作用吗？消炎消炎这头牛叫千户战队很有冠军相。现在呢，工作人员在给它这个冲澡，让它没那么热，也用喷雾给它喷身体消炎了。请问一下，这个牛比完赛为什么要给它冲澡呢？降温啊！跟我这块呢，打了呢。好，好了，回去了。这个因为有米酒牛喝了米酒以后就有点晕晕的，就可能对痛就没那么容易察觉，应该也让它身体焕发一种更狂野的野性吧。接下来到这一个千户战队上场了。他好像很多次上了这个斗牛场一开始来这里看斗牛其实我的兴趣一般，但是看着看着，随你慢慢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你就越来越沉浸其中越看越好看，是这种感觉。而且你越沉浸其中，你就越能够体会这个牛的那种力量感它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那种
爆发力。有没有刚才？好球，从前压，好球，上来可惜了，抢来3号姑妈还将姑妈从进来，刚才拿下2分可惜了。好球，来一个人轻轻松松的，哎呀，啊！哇，这么简单了吧？赛表竞赛啊！大家轻轻松松2分好球，接到比分发生第3次平局，4比4。比分为周，第次继续。对家的问题呗，也可以啊，是。拿下这些是说，哎呦，下 ，OK， 2分1中，小伙子。太高了！三姑妈拿下，给手出球了啊！这是点73公斤。哦，哎呀，小伙子的姑妈，你看，哎呦，左杀右躲，啊，右杀头，哎呀，可惜无中啊！再到这姑妈，差点大姑妈，大姑妈又差点二姑这姑妈，哎呀，休息，哎呀，我再到这姑妈，哎呦，那个假动作，哎呦，要差不差，要疼不疼的，好。差给我们的中姑妈，那个中头是我们小伙吹的姑妈。哎呦，好，差给我们的大东城姑妈呀，他那个是亲戚啊。这个是傻姑妈啊，傻姑妈，疼！哎呀，又对不起啊。这个现在我们的漂亮的小伙子们，来入8来入，哎呀，好，这个大姑妈，传给二姑妈，传给三姑妈，或传4姑妈，自己投，哎呀，没投，好，我们的小伙子。漂亮的姑妈，一条路，哎呦，好美！卖止痛、跌倒损伤药水的，卖这个葡萄糖补充体力的，还有这个牵牛绳。这是一个新的场子，就是第1届的一个斗牛比赛，在这个场子的。这头牛继续灌水，前护战员我记住了，他已经好多次上战场了。这个是从一开始就是淘汰赛，就是输者淘汰，然后赢者晋级，所以能够反复进入赛场的，那就是这个战无不胜的一头牛。你看这个褐色的饮料，那是米酒。你看他今天喝了多少酒哈！你看，为了照顾一头牛，或者说是去服务一头牛，有好多人围着它转呢，有提水的，有灌药的，有牵绳的，有喷雾的等等哈。老板，那个这个效果，你们直接你们要心情安好。
这要得打二。有所打的啊。我这个喝水干嘛不会打？这只叫我，他还不叫。第10张要来，不是第5张啊，这个牛啊。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比赛，比了3个多小时了。老师会教个给咱们掌声啊！哇，这等车，快快等车，你天都干了。牛他们打过。哨响就是开始了，比赛开始了。才对峙了一会儿就跑了。外面。当时别了，这些招来不拿3个换1个。好。龙光这跑啊，刚才争取1队，双方过争议的队员。要去去韩牛是那个我们卡里卡巴奇，27号是那个东道主张继超，6组张继超后头就是我们大厂张培的27号是我们那个2025年5亿跑步节。这是我们卡巴奇的跟牛功夫非常了得
有没有夏某某有的啊？27号已经有人已经夏某某有100啊。所以剩下后面的这些牛，绝对的时间是10分钟。安排小龙9号牛2位牛主抓。这样子，他们坚持了5分钟都没有决出胜负，工作人员就下场把他们拉开了。这家伙之后2到7分的牛主刚才看到两边的工作人员拉着牛的后腿往后拉，是因为到时间了，然后那2头牛还没有决出胜负的话呢，就让他们先分开，然后跟别的牛斗一斗，就是让决出这个胜者。这样的话一直僵持，可能就决不出胜负，浪费时间这样子。本寨的本寨的东道主哈，这个前2名已经决出来了。我感觉现在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全场的这种兴奋点可以说调到了最高的阶段啊，而此刻的心情真的五味杂陈啊。先是1头牛进场，然后等那头牛已经准备就绪了，另一头牛才拉进来。它进的门是同一个门啊。这个战火一触即发的感觉。这些牛啊，已经斗了1个下午了，可以说不说遍体鳞伤吧，但至少也是精疲力尽了。这目前呢还能出现在战场上的，都是一些这个强者了，名列前茅的强者了，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赛程的后半部分了。可能都接近这个决赛的阶段了。小东道主跟千户战神啊，千户战队。这说的嘛，把这大家好帅的。我近看这些斗牛的话呢，他们身上已经这个在流血哈，就是露出一块红红的伤口，额头的部分，看着还是能感觉到这个斗牛的一个残酷啊。工作人员下来了，慢慢靠近，是什么意思呢？僵持已经快超过5分钟了，然后决不出胜负的话，那只能就先暂停，然后后面再继续的比赛，看看在5分钟内能否决出高低。是用一条绳子绑住一头牛的一只后腿，把它们拉开。哇！OK， 决赛的其中1名选手进场了。哇，真的好期待，又紧张又期待，是比较血腥的，但是怎么说呢？都比到这个份上了，就很想知道结果。这是另外1名决赛选手啊，千户战队。他的额头呢铺了稻草垫子，我的天！
一场血腥的比赛又要开始了。听着就好痛。我又是200，不是，我说大碰，他碰一下就奖励1000。一个10多次吧。啊。一碰就200，一碰就200。啊，就主办方给的。啊，对。进入了僵持阶段。哇，看的心都悬起来了。大家都是等待，然后就是很喜欢一定要。你看，马上天黑了，没有一个人离场的。啊，远远就能听到那个撞击的声音，还有牛喘气的那个低鸣的粗糙的声音。这里的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今天的这场有望有可能。无论谁胜谁负啊，都是击败了多少的对手才走到这一步。我都屏住呼吸，都忘了呼吸的感觉，你知道吧？两个决赛也是对于我们父老乡亲大力好激烈啊！哇，直接把另一头牛给掰倒了。千户战队太强了，我刚才拍到你的伤口，但是你依然不屈不挠啊，太强了。他直接这个拐着另一头牛的脚，把它给掰倒了。我看了一天啊，第一次看到这场面，哇，我真的有点激动啊！朋友们，你们有机会的话，赢了！哇，赢了！千户战队赢了！你看，哇，全场嘘声不断，王者千户战队，这个凭本事胜出了。这场胜利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内心还挺激动的。1351项打小人我跟大家也欢迎社会各界明天继续。我刚才大堂精彩。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心情为什么心跳加快。我看过挺多斗牛赛的，在大凉山也看过不少，但是我心情起伏最大的就是这一次，因为这一次可能一是因为我看的全程看下来了，感觉他的队员们都为他觉得很骄傲，脸上不由得挂着这个嘴角上扬的微笑。我们为这个第一名感到高兴，为这个第2名感到惋惜啊，不由得有一种叫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啊。比赛就是这样子的哈，零和博弈。这是第一次走进这个赛场啊，这也是刚刚挖掘出来的一个赛场。以后啊，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吧。上面的工作人员想要下来的话，就盘着这根白色的绳子啊，上面应该在颁奖啊，在发这个奖金啊。就这个地方越来越好吧，免费看了一场精彩的斗牛赛。点烟花，这是第1届大唐乡的牛王争霸赛。我前面说的这个景区就是前面的叫金昌哈，大唐乡金昌景区，就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设，连带着把这附近的村寨都给带动起来了。心情还是意犹未尽的感觉，可能现在饿的有点那个，就是有点四肢无力了哈。现在成了这个小摊的集市了。看一下怎么回雷山县啊，距离有7、8公里。
加乡村振兴示范县，并跻身中国文化100强县和中国美。现在至少给你拿出来，要赚钱的赚有没活啊？在的时候，一个83岁的苗家阿婆特意让。我给您看一下，噔噔噔，您看才是我的雷山的无感天麻，这是咱们雷山的一大宝贝啊，给你们啊，待会家去我这挖了一筐呢啊，不是，然后呢特别脆啊，是的，吃天麻呢，吃天麻呢，蕴含的天麻素含量特别的高啊，对，所以开始介绍就已经把我打动了。好像还不止天麻啊！不止，咱们雷山呀，好山雷山的不止香菇，但您说对了一半，食用菌。介绍一下，对，咱们雷山呢，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来介绍介绍银球茶啊。为什么介绍银球茶？你这放着一条鱼因为我们现场的4位茶。